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我向大家介绍了月亮和火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金星。金星是夜空里第二亮的自然天体，它的亮度仅次于月球。由于在实际观测中它的颜色偏白，所以中国古代也把它称为太白或者是启明星。用金星来命名是源自于司马迁的史记。其实白色并不是金星表面的颜色，根据探测器发回的照片，金星表面的颜色应该是橙黄色。之所以从远处看起来颜色偏白，主要是由于金星大气层的缘故。金星在古代西方被用罗马神话里的维纳斯来命名。其实在古代西方，星星和星座大多用古罗马神话中的诸神来命名。上期节目里提到的火星也是这个样子。以后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太阳系内的其他行星也大多如此。相比于火星，无论是大小、质量还是结构，金星都和地球更为相似。它的半径相当于地球的 95%， 质量相当于地球的 82%， 引力相当于地球的 91%， 所以金星也被称为地球的孪生姐妹。在没有航天科技的年代，很多人幻想着金星上可能会存在着生命，甚至是金星人。看到这儿，再联系以前人们对火星的幻想，以后如果再看到发现系外行星的消息，大家也不要期望太高。这些新发现的系外行星的环境大概率还没有火星和金星好。从远处看金星，您就会发现金星和其他大行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自转。首先是自转的方向。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行星的自转方向和公转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逆时针旋转，而金星却偏偏是顺时针自转。也就是说，金星上看到的太阳应该是西升东落的，真正实现了太阳打西边升起。当然，其实在金星表面是根本看不到太阳的，至于为什么，咱们马上就能谈到。金星自转的第二个与众不同就是它的速度。站在远处看金星，你就会发现它的自转速度非常慢，自转一圈要243个地球日。要知道，金星公转一圈才225个地球日，也就是说，金星上的一天比一年还要长，所以在金星上真正是度日如年。金星自转慢是和太阳引力有关的。还记得我在讲月球的那期节目里提到的潮汐锁定吗？没错，太阳对金星的引力最终也会把金星潮汐锁定。金星没有自己的天然卫星，这种现象可能和与太阳的距离以及自身的质量有关。在金星的内部，类似于地球、月球和火星，也可以分成核心、地幔和地壳三个部分。不过金星的核心已经冷却，不像地球一样用发电机原理产生磁场。金星目前的磁场主要是由大气电离层和太阳风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非常微弱，不能像地球磁场一样对自身起到保护作用。当然，这些认识都是航天科技发展起来以后，人们通过探测器在近距离探测到的。在没有航天科技的年代，人们只能通过望远镜来观测金星。在那个时候，人们脑海中金星似乎应该比火星更适合人类的居住。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人们普遍不看好金星了呢？首先当然是金星的大气层非常浓厚，金星表面的气压是地球表面的92倍，这几乎相当于我们这儿水下1000米的压强。而且金星的大气中 96% 都是二氧化碳，因此金星的温室效应十分显著。前面我曾经提到，在金星的表面是看不到太阳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金星这浓厚的大气层。除了二氧化碳之外，在金星的大气中排在第二位的是氮气，二氧化硫的含量也不少，排在第3位。这些气体主要都来自于金星上火山的喷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就像一个玻璃罩，把金星严严地罩在其中，太阳光能照进来，但热量却散发不出去。
因此金星上的热量就越积越多，表面的温度也就持续上升。到现在，金星表面的平均温度超过了400摄氏度，这个温度足足可以把金属铅给融化了。就这样，金星成了太阳系里表面温度最高的行星，它的表面温度甚至比离太阳更近的水星还要高。而且金星表面的高温是均匀分布的，不分昼夜，也不分赤道、极地，全球都差不多。而即使是离太阳最近的水星，它背面的温度也能到零下100多摄氏度，金星则到处都是400多度，最高甚至超过了460摄氏度。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温，给人们向金星发射着陆器制造了很大的困难。不是说送不上去，而往往是送上去了，才发现探测器已经因为受不了长时间的高温而失效了。即使有个别探测器侥幸达到了金星的表面，往往也工作不了多长时间。您可能会觉得难以想象，金星上虽然热，但也会下雨。不过降下来的并不是水，而是硫酸。刚才我不是说过，金星的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很高，二氧化硫经过反应，在高空就变成了硫酸。不过即使是硫酸雨，由于高温也根本落不到地面，在硫酸的下落过程中很快就被高温给蒸发了。因此这种降雨只存在于金星大气层的上层。和火星一样，数十亿年前的金星上很可能也存在过水，很可能也曾经被大片的海洋所覆盖，甚至有可能存在过生命。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金星的环境就开始恶化，剧烈的火山活动导致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金星上的水分被完全蒸发。与此同时，大气中的水分子在阳光的作用下被分解成了氢气和氧气。氢气本来密度就低，被太阳风一吹，于是大部分的氢就这样的逃逸到了太空里。因此金星的表面变成了和火星一样的荒漠。说到金星表面的情况，人们通过探测器拍摄的金星表面稀少的撞击坑推测，金星的地壳年龄大概有几亿年的历史。相比之下，地球的地壳要年轻很多，可能还不到1亿年。这就说明金星最近几亿年的地质活动要明显的弱于地球。说到探测器，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苏都曾经发射过探测器去金星。人类第一个针对金星的探测器是水手2号，早在1962年就到达过金星的附近。不过水手2号只是在远远的地方探测了一下就算了，没有进入金星的大气层。没办法，当时的探测器还承受不了金星大气那么高的压强。后来前苏联的金星4号可以承受25个大气压，于是它终于可以进入大气层了。但是它也只是下降到了距离金星表面25公里的地方就不能工作了。一直到后来，前苏联的金星7号已经能够承受180个大气压。这次它终于到达了金星的表面，并且成功地传回了可靠的数据，第一次获得了金星表面超过460摄氏度的温度数据。可惜金星7号只在金星的表面工作了23分钟就失效了，金星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到目前为止，人类发射的金星着陆器在金星表面工作的最长时间是1983年3月着陆金星的前苏联的金星13号探测器，它在金星表面工作的时间也只有127分钟。也许是由于金星表面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除了前苏联外，其他的国家和组织都没有向金星发射过着陆器，他们的探测器还都是环绕器。其中 NASA 的麦哲伦号在1990年通过雷达探测绘制了覆盖金星表面超过 98% 的高分辨率地图。截止目前，麦哲伦号的数据仍然是最全面、最详细的金星表面地图。虽然有后续的探测器对金星进行过探测，但是没有比麦哲伦号更高覆盖率和分辨率的全球地图。根据 NASA 的计划，2029年
NASA 将发射达芬奇号探测器软着陆金星。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对金星有更深入的认识。关于金星探测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比较多，我就专门找时间做节目向大家介绍。在节目的最后，再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金星凌日。毕竟人类第一次准确的测量地日距离就是通过金星凌日的方法来实现的。金星的轨道因为处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以当三者连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对于地球上的我们来说，就可以看到金星成为了一个小黑点，从太阳的表面慢慢的穿过，这个现象就是金星凌日。而如果当金星凌日时，有两个人分别站在地球上相距遥远的两地，同时观测金星凌日，他俩就会看到金星在太阳上的相对位置会不同。如果这两个地的距离已知，再利用开普勒第三定律和视差法，就可以用来测量地日距离了。关于这些，我在我过去的讲述天体如何测距的节目里，已经向大家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查阅。好，关于金星，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